土耳其，横跨欧亚，世界遗产众多的魅力之国。这次我们一路走过以弗所、棉堡、卡帕多奇亚热气球、番红花城，到圣索菲亚清真寺，每一站都美得让人屏息。这是我会想一去再去的国度，也很庆幸能这么早认识它。要开启缤纷的土耳其之旅，得先走一段长途跋涉，索性落地直奔布尔萨绿色清真寺与丝绸市集，最后用爱琴海夕阳作结。如果你也对土耳其充满好奇，跟着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人在杜拜机场。今天这集我参加了土耳其加杜拜12天的旅行团。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行程呢，基本上就是从台湾长途跋涉到土耳其的布尔萨。那我的前一段呢，就是从台湾先飞到土耳其，飞行时间是8个小时，在杜拜机场转机等待6个小时，转机到伊斯坦堡，再飞4个半小时。伊斯坦堡之后呢，我们又要接着马上坐车到布尔萨，就结束了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行程，第3天才会开始正式的观光行程。杜拜机场真的超级无敌大的，这边光是要从一个 Gate A 到 C 坐车就要坐10分钟，这边的食物也都很特别。如果信用卡有配合环亚的贵宾室的话，可以在这边待着休息。转机6个小时真的有点久，还是找个贵宾室休息一下比较舒服。在台湾飞杜拜的旅行团超级无敌多，因为大家可能是要去希腊、去意大利啊，然后都会在杜拜转机。领队会特别提醒说，你在杜拜一下飞机要找对人，不要找错人，不然你就会跟错飞机、跟错团跑错了。阿联酋的飞机过夜班机的话会给过夜包，它过夜包里面有牙刷、牙膏、耳塞，还有眼罩跟长袜，还有一个书签。这次坐的4段航班都是坐空巴的 A380，只是我觉得比较不舒服的一点是晚上11点50的飞机，这个时间是我们生理睡觉时间，那飞行时间是8小时，但是他在这8小时内送了2餐，应该要睡觉的8小时内我们吃了2餐，其实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。忘记跟大家说，安安没有来。没有声音，因为我在用耳机，因为这个人没有假。虽然刚刚以为在飞机上睡得很好，但是在贵宾室还是睡死了。这里换钱，导游收集大家的要换钱的人，导游一次换。The most important sites and the cities of Turkey you will visit. 伊朗啊、伊拉克啊、以色列啊、埃及啊，那些全部都是鄂图曼帝国的领土哦。一次大战之后，鄂图曼帝国欧洲的人称他们叫做西亚病夫了。东亚病夫的就是谁？清朝嘛，东亚病夫就被国父啊革命了嘛，他们的国父就是凯末尔。那这个桥的名字叫做 Osman Bridge，Osman 就是我们的书写的奥图曼嘛，可是土耳其语叫做 Osman。巧克力棒这个还不错，除以1.3就是台币。单瓶的可乐乘以0.8，60块。这里也有杜拜巧克力，一个175里拉。休息站的厕所蛮干净的。Today's food is merhaba. 坐了24小时的飞机加车，终于到布尔萨的饭店了，屁股快要爆炸。晚餐是吃饭店里面的buffet。我们今天第一天的饭店看起来蛮大的哦，整个土耳其蓝呢，外面稍微看到一些风景，房间还蛮大的。来看一下浴室，浴室也还不错啊，空间蛮大的。备品、护手霜、洗澡沐浴乳、乳液、洗发精、肥皂、
吹风机的话，就是这种很基本的吹风机，感觉就是要吹很久的吹风机。淋浴空间蛮大的，它的毛巾附在淋浴间里面的架子上。我们要赶快去吃晚餐，赶快回来休息。明天我们早上9点半开始出发，我们第3天的行程。地中海饮食，但是我拿的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地中海饮食。我拿的很淀粉，香料汤。我以为是面粉没有搅开耶，原来是饭哦。为什么是酸的？好不习惯哦，但不是难吃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酸味是优格的味道。想说它是优格的话，就觉得合理多了。地中海饮食就是沙拉嘛，然后烤肉，边的蔬菜。听说他们这边烤肉普遍都烤得很柴，但是我吃这个鸡肉不会耶，蛮 juicy 的。好酸哦。是不难吃，但是不好吃。甜点太甜了，整个里面是泡在糖浆里面呢。大家早安，今天终于要开始跑我们的第一个景点了——丝绸市集、绿色清真寺跟陵墓，吃亚历山大烤肉。接着我们就会拉车400多公里到库萨达西，最后我们会在库萨达西这边住1个晚上，看一下今天这间饭店早餐长什么样子。土耳其红茶，典型用这种杯子装红茶。这配红茶很搭配哦，配红茶，配茶是配茶不会很对，它有那种芝麻的味道，蛮香的。那个开马可这奶油可以来配面包哦，那面包那个圆圈圈的是土耳其bagel。昨天导游说，土耳其早餐桌上一定要有3个东西 ：cheese、土耳其红茶，还有橄榄。我刚刚就觉得他们这个蛋很特别，很多香料，就是水煮蛋加香料。我以为它会有特别的味道。牛肉卷，葱加碎牛肉，这就是台湾的葱油饼的味道。起司马铃薯，起司马铃薯真的很好吃。那马铃薯里面湿湿的，单纯吃起司太单调了。配火腿，配火腿比较不腻。你看它里面的颜色很多，红绿蓝靛紫都有。就是乔达浓汤的那个颜色很多的，应该是橄榄。土耳其红茶没有加糖，我要加糖，还蛮好喝。因为刚刚喝无糖的红茶味有出来，然后不会涩。土耳其的红茶很有名啊，加了糖之后根本就是摩斯红茶。先来吃一下他们土耳其 bagel 加 cheese。bagel 本身蛮甜的，它上面这个感觉是大部分是糖的成分去做的东西。土耳其软糖配上这个传统的糕点搭土耳其红茶，这个触感有点像那个贡糖，吃起来也像贡糖，芝麻口味的，比台湾做的口味还要再甜，难怪要搭土耳其红茶。然后10点才开门，它都是卖一些丝巾、穿的衣服啊，或者是盘子装饰一些。想要喝土耳其红茶或者是咖啡的，楼下的中庭有一个他们一般人很喜欢去喝咖啡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的菜西亚啦。可是这里几百年，它差不多有500年的历史。500年历史。想上洗手间的这边那个楼梯走下去啊，要付10里拉，他会找钱。这是古代的驿站。感觉用这个碗吃饭心情会很好哎。哦，1650，不便宜。This is 100% silk, not acrylic, not polyester. This is natural. 哦，哇。
This is cash price. 还不错。感觉是礼拜天的关系，所以很多店都没有开。还有甜点店，只是没开，可惜。但还是有得逛啊。这一间都是小丝巾哎，你看这边一条100里拉而已。可是我觉得这边虽然比较便宜，但是你刚刚那个比较有质感。土耳其的名产拿蓝眼睛祈求就是消灾解厄，挂车上。就是可以对啊。还有一些喝咖啡的店。走出来那边还有逛街的耶，哇，好多件，这个很像日本的商店街耶。布尔萨大清真寺就在我们逛的丝绸市集的旁边而已。丝绸市集，绿色清真寺世界文化遗产。鄂图曼帝国早期的时候差一点被蒙古尔灭掉，鄂图曼帝国有10几年的时间没有苏丹，大家的皇太子争权夺利，一直到葬在这个陵寝里面那个穆罕默德一世之后，他们发家立业。神龛都是钟乳石形状。有鞋架，好看哎。上面那边是皇室做祈祷的地方。绿色清真寺位于土耳其布尔萨，其内部大量装饰的绿色和蓝色瓷砖而闻名，是鄂图曼帝国早期建筑的代表作，也是布尔萨风格的开创者。该建筑群建于1412年，由苏丹穆罕默德一世下令建造，并于1419年完工。还去吃午餐呢，土耳其烤肉。现炸的，一个，你要16只吗？16只，这个16只，一点点涩涩的，名产呢，可以喝一下吧。很天然。谢谢你，200块。谢谢。这个汤就是绿豆沙的味道，对，热的绿豆沙。沾面包有比较好吃吗？当生菜吃啊。哇！漂亮哦，smile 呢？烤肉超嫩的，面包沾酸奶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我还蛮喜欢吃这一道料理，好吃。Iskender kebab。其实土耳其是人类最早学会做面包的民族。饭后甜点布丁，很手工的味道，它里面的那个空气还蛮多的，甜甜的，算还不错吃。今天的团餐午餐我觉得还不错，我们吃完团餐，接着要拉车400多公里到库萨达西。1公升的油40.18里拉，应该是这样。现在在第1站的休息站，我们总共会停2个休息站，一个休息站会休息15分钟，除了要尿尿之外，还可以逛一下这边的商店卖什么东西。这边的土耳其软糖真的超级无敌多很多没看过的东西。这个好长哦，很深。它会切成下面这样的小小的，伴手礼叠的跟山一样高This one is new one, but it's the best one. This is classic. 哦 Since my childhood, very very old. 哦，这里风很大，领队推荐这2个。Melon, Green one, yellow Yeah. one, melon, 哦， juicy and sweet. 哈密瓜超级无敌甜，又甜又 juicy，一整颗大概160里拉。It's so small. Only 3 person， Yeah. 240公斤，一个人不能超过80。含金力，对，所以可能真的2个人。这天气真的很小。第2天的饭店，空间小蛮多的，浴室是比昨天的小啦，配置跟昨天的是一模一样的。
听说晚餐非常的好吃，而且这里在爱琴海旁边，泳池在那边，边游泳边看爱琴海。但是因为它开放时间只到晚上的7点，现在已经是7点29分了，没办法游泳。天黑时间大概是晚上的9点，所以现在7点半还这么亮是很正常的。爱琴海主要是可以看它的日落。等一下吃完晚餐来看一下。这些东西人太多了，有点不好拍，人太多了，有点恐怖。组合肉、牛肉柴柴的，蔬菜。它这个菜好酸哦，醋味很重。鱼，这个鱼还不错。现在这个是烧烤区里面拿的食物，还有一整只鱼耶。听说薯条很好吃，贝壳面、烤肉、牛肉，调味还不错。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土耳其烤肉这一家的有点咸，这个贝壳面没什么味道。领队推荐的薯条，炸的蛮酥蛮脆的。欢吃烤鱼，烤鱼很好吃哎，鱼烤的刚刚好，一点都不柴。我觉得我的鱼跟你的鱼的种类应该是不一样。这是鲑鱼，章鱼也有鲑鱼，所以有2种鱼。的泳池开放到晚上7点，不过今天天气有点凉，游泳应该也会有点冷。好，回去吧。我刚刚去拿这些水果，上面都有苍蝇在上面。哦，你看，这边就有一只。这一间的卫生有点疑虑啊。水果，柳席、哈密瓜、赞，水蜜桃。好吃哎，软硬度刚刚好，很甜。每桌4个人会付1瓶大水，大家可以分着喝。有些料理是有点太咸，饮料是要付费的，你只有这个水是免费可以喝的。有一些甜点有时候比较甜。老实说，我觉得服务人员态度都有点不太好。收盘子感觉很生气的样子。商店里面也是有卖一些小点心跟饮料。这边的计价呢，不是美元哦，是欧元。因为这边来度假的大部分都是欧洲人，英国啊、德国啊。领队刚刚说的，这个行程前2天几乎都在长途跋涉就耗掉了，第3天早上才开始走景点，下午就是一路跋涉到库萨达西，总共开车5个小时，超级远。明天呢，我们会去2个大景点，早上会去以弗所，下午会到棉堡，这2个都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放在下一集的土耳其跟团行当中。今天就先这样，拜拜。D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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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